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个吸尘器的主板修好了，我是把这个保护板芯片和这个 MCU 给它改了。它的输出部分没有动，另外开关和充电部分都没有动。它是由7节电池组成的，那么我们就要用7串电池的保护芯片来进行组装。这7串电池的保护芯片它用的是3元锂电池，所以呢是 3.7 伏的。那么它的充满电压呢是 4.25 伏。这个锂电池保护芯片的型号呢是 CW1274。这个芯片的尾椎是 ALBS， 它的型号很多，尾椎不同，截止电压也不同，选择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。ALBS 的充电截止电压是 4.25 伏，欠压值是 2.8 伏。我们的充电器呢，因为它是一个7节电池的充电器，所以呢它是30伏，实际上测量呢它是 29.8 伏。很显然，如果电池都正常的话，总电压达到充电器的电压值，每节电池的电压值是 4.257 伏，这样保护板就会在 4.25 伏时进行保护。如果单节电池不平衡，提前达到 4.5 伏，保护板就会提前进行保护。现在我们这个控制板呢，基本上就是完全修好了。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充电状态。插上充电器以后，我们看这个指示灯呢，就是充电的状态。当把充电器拔下来，它就熄灭了。另外呢，在我们机器工作的时候，插上充电器呢，它也是这几个指示灯闪烁，并且呢，所有电机都停止。另外呢，当充满的时候，3个指示灯都点亮，因为这个呢是显示电池状态的一个指示灯。这个芯片呢用了3个端子来检测我们充电过程中的温度，包括低温检测、充电过温检测、放电过温检测。用了7个端子来检测电池的电压。当充电过程中，当有单个电池高于 4.25 伏时，就停止充电，它的充电口就会输出低电平。当正常时，单节电池低于 4.25 伏，它的充电引脚就会输出高电平来驱动我们的充电场管。在这里呢，它可以控制我们这个充电管的导通与截止，这个是一个 PMOS。当放电过程中，单节电池低于 2.8 伏时，它的放电引脚输出一个低电位，正常时它输出是高电位的。用我们的单片机来检测这个高低电位，就可以控制它的放电。当低于 2.8 伏时，电池电压过低了，这时我们的主控芯片就要显示欠压状态，停止所有输出，对电池进行保护。另外，它还有一个过流检测端子，当检测到充电或放电过流的时候，它就会停止放电或充电，也就是通过放电充电端子来控制的。而我们的单片机呢，能够检测整机的电压，用这3个指示灯来指示电量。它还可以通过压力开关来检测吸尘器内部的压力是否过高。当内部有异物时，压力过高，压力开关会使长开点闭合，把单片机的单个引脚接地，这样它就会使电机停止旋转，从而进行保护，并且点亮这个红色指示灯进行显示。另外呢，它还通过这个位置反馈回一个电流检测信号，当后级电流过大的时候，送到单片机，单片机控制电机停止旋转进行保护。还有我们的电池上有一个 NTC 的热敏电阻，反馈到这儿，然后通过它与地之间的电压差，当 NTC 热敏电阻过热的时候，它的阻值就会降低，从而呢把这个电压送到我们的单片机进行 ADC 检测，也能够检测电池的温度。当电池温度过高的时候，单片机检测到以后，同样使电机停止旋转进行保护。好，由于它的开关没有带来，我们用这个镊子来演示一下它的正常工作时的状态。我们首先看它的低档，我们看点亮以后，这个电机就开始慢慢旋转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中档，这个电机的速度就更快了。这时呢，我们的地刷电机也旋转了。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地刷电机是不旋转的，只有主电机是慢慢旋转的。到这个位置，地刷电机旋转，同时主电机会转得更快一点。
这个呢是速度最快的，地刷电机也旋转，主电机转的是最快的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